真疼！这些倭国人真不是东西，下手这么重。屁！我堂堂一个特种兵队长，不就是面对20几个倭国的矮粗萝卜，怎么就光荣穿越了？穿越也就罢了，看这情况，估计马上又要交代了。你说，大当家会怎么处理这沈家少爷？那还用说？你看这沈家少爷白白嫩嫩的，我们大当家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了。我靠，不是吧？这山贼玩的这么花，我还不如死在那些矮萝卜手里呢。这绳子怎么捆得这么紧？这小子是不是醒了？刚才我好像看到他动了。放心吧，一般人被咱敲了门的都没这么快醒，更别说这沈家的小少爷了。把他抬进我房间里面，我要让他替沈家偿命。顺便告诉沈家，3天内送10万两上来。是。想不到这山匪的头竟然是个娘们儿，也好，起码不用担心我的出局了。不愧是特么山匪，甭管收没收到钱，这就没打算让自己活着下去。还好这绳子是麻绳，扭断不需要太长的时间。这个娘们儿真狠，怪不得她能当老大。大当家的，饭菜好了。等着，告诉所有兄弟们，今天晚上都给我精神着点儿，以防伏牛山那伙人再来找事儿。谁再敢给我喝酒误事，我扒了他的皮！我操！这具身体太差劲了，刚才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浑身酸疼，看来一定要找个机会好好训练一下。我操，这娘们吃药了？难道说是传说中的女霸王，专门下山劫掠帅气青年上山玩乐？这么快就要醒了？按照之前的力度，最少应该昏迷4个小时。估计是这副身体太虚弱，再加上这个女山匪有不俗的功夫。你不用这么看我，你要再这么瞪着我，我怕我可就控制不住我自己了。你就别费劲了，你越挣扎，这绳子就会越紧。我现在给你松开嘴，有事要问你。你要是敢吆喝的话，我不介意让你手下的人看看你现在的样子。你觉得他们看见你现在的样子会怎么做？你个混蛋，竟然敢给我下药！我要杀了你！下药？下个屁！我如果想，还用得着下药？你也太小看我了。痛快地说，这里有没有下山的小路？你既然是大当家的，一定给自己留着后路。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哼，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我不敢动你？不对，不对，这很不对。就算这个女子很有魅力，我也不至于在这种时候做出这种事。她也断之于是那个状态。看来这个山寨也不是一条心啊！你混蛋！我要杀了你！想杀我，你还是先想办法活着吧。不管怎么样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已经是我的女人，我不会对你这么无情，我会尽力护你周全的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沈家的少爷，绝对不可能有这等身手。嘘，不想死的就别乱动。
竟然连迷香都带来了，恐怕这药也是他们搞的鬼。老大，差不多了。大爷，那娘们的功夫可厉害着，再等一会儿。哼，今天晚上他插翅难逃。兄弟们放心，我不会忘了你们的。他怎么会悄无声息地来到青龙寨？又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？似乎一切都早有准备。真锋利。快，赶紧去通知其他人动手！我在这等着你娘。既然来了，就留下吧。你对我们大当家的做了什么？闭嘴！你们大当家都说了，让你们赶紧灭火，然后抵挡住山下的人马。都围在这里干什么？快去！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按照他的话去做！你们几个，跟我来。喂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附近有没有山下的路？这里怎么可能会有路？想要进出山寨，就只有前面的那条路。这后山，是伏牛山的人，而且那是格里，是伏牛山的老大。嚷个屁！怕他们跑得太慢？怕他们个屁！都起来，拿着刀跟我走！妈的！来来来，到你爷爷这里来！还真以为我们青龙寨怕了你们伏牛山了？老二，你跑哪儿去了？赶紧带人把山寨里面的人给我干掉！人都打进来了，一个个跑哪儿去了？左边一人，用弓箭射，快！右边两人，直接杀过去！他妈的，干得漂亮！猴子，你小子可以！所有人各自找有利地形，把剩下的弓箭全部射出去，然后不要管什么东西，手头有什么就扔什么，把他们砸下去！他娘的，不早说！兄弟们，快去搬东西，能扔的给我扔下去！哎呦我操！你他妈是谁？三当家的，这人是大当家手下人，刚刚就是他带着我们杀退了伏牛山的老大，还解决了山寨里面的人。刚才打仗的声音也是他吆喝的。哼，这么好的地形，居高临下的地势，都能打成这个鸟样，真是牛逼。要说这里面没有门呢，绝对不可能。放屁！
哪来的野小子，竟然敢胡说八道！来人啊，给我拿下他！我就佩服你的勇气，离我这么近还敢对我吆五喝六的，你是真不怕死啊？哟呵，小子，算你有点胆量，敢在我们青龙寨对我动刀，除了大当家的，你是第一个。有能耐，咱俩人比试比试。现在只是刚刚把那伙人打退了下去，会不会打上来还不知道。你竟然嚷嚷着单挑，你就算是有脑子也不多。不过这份不怕死的鲁莽倒是不错。都住手！老三啊，这位小兄弟既然是大当家的人，你又何必为难他？再说了，刚才要不是这位小兄弟指挥，我们还真不好办。他要是我们的敌人，刚才也没有必要做这些。听这个人的勇气，想必就是二当家的了。刚才没见影，现在打完了倒是冒出来了，有点意思。这位小兄弟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山下沈家的三少爷吧？没想到三少爷竟有如此本领，之前倒是我们青龙寨多多得罪了。什么？你是沈家的人？妈的，老二，他们沈家的人伙同官府的人害了老四，你对他这么客气干什么？你不是我的对手，别逼我下狠手。我说小兄弟，就算你功夫超群，也不该直接在我们青龙寨撒野吧？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现在的身体反应还是慢了一些，是先杀掉这个武功最高的老三，还是干掉这个颇有威望的老二呢？住手！大当家的，参见大当家的！哼，这娘们儿该不会提裤子不认人了吧？既然如此，就只能杀出去了。从今天开始，这人就是我们青龙寨四当家的。你跟来做什么？听说是我们沈家的人害了原来这个四当家的，你现在让我一个沈家少爷当老四，是害我还是玩我？哼，你别不识抬举，不然的话，你以为你能活着从我们青龙寨走出去？别跟我这些没用的，你这个大当家的还不至于因为刚才的事留我一命。在你的眼神里，我可没看到这种感情。哼，刚才被当众任命为青龙寨四当家的，就觉得这个女人很是古怪。她所做的一切，以及在青龙寨发生的事情，似乎都跟她这个大当家的身份不符。刚刚穿越过来，就稀里糊涂被抓到山寨，被下了药，又遇到有人潜伏进来，好不容易打退了，在山寨里面又是一阵厮杀，一连串的事情都没来得及喘口气。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休息一下，先把穿越前后的事情捋捋。如果他还想自己做什么的话，拼着死也要杀了他。不用这么看着我，说说吧，你到底可应该是恨死我了。你说的对，我是恨不得杀了你，但是我也知道这件事情错不在你，而且如果不是你，恐怕我的下场还不如现在。到时候我们青龙寨也毁了。我虽然恨你，但我不至于不分青红皂白。你叫什么？林秋君。我叫沈山，我对当这个四当长没什么兴趣。我替你杀那些人，只是因为你是我的女人，意外也好，我的本性也罢，这是事实，我不会推辞。伏牛山进来的那3个人，被我解决了一个，老大跟另外一人跑了，他们应该是顺着后山的那条绳子爬上来的。果然是他，在整个山寨当中，知道后山那条路的也只有他了。跟我干什么？别说你了，我现在还不爽呢，那可是我的第一次啊！等我找到那个人，一定要让他试试我的手段。今天晚上的事情，十有八九是老二做出来的。自己明明安排了人守在山下，竟然一点消息也没传上来。还有之前来送饭菜的那个人，也是老二手下的人。再加上后山的那条路，不会再有别人了。看你这个样子，你似乎知道是谁呀？知道，但没有证据。你笑什么？堂堂一个山匪的大当家，做起事情来竟然要讲证据，不可笑吗？我都有些怀疑你是不是县令派来的卧底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这个大当家的一点也不像山匪，
真正的山匪是不需要证据的。我说你是，你就是；不是也是，这才是匪。怪不得这么长时间了，青龙寨会感觉越来越失控。现在就连老二都要对自己下手，看来终究跟他们不是一类人。但眼前的这个人倒是有些……沈三，如果说我们两个联手，或许可以把老二给干掉。到时候我可以让你做二当家的，而且以后绝对不截肢你们沈家的家产，怎么样？合作？一个山寨大当家的，竟然联合一个外人干掉二当家的，有意思。而且你觉得我一个连名字都不配有的沈家少爷，跟沈家的羁绊能有多少？竟然拿沈家做筹码，真是可笑。累了，我睡会儿，这里交给你了。他说的是对的，现在的整个山寨当中，就只有这里对他来说才是最安全的。他很聪明，怎么一个人在睡着的时候跟醒来的时候，就好像完全是两个人一般。刚才那么凶残，现在转瞬却能安然入睡。自己在这山寨当中，好不容易用恶狠的形象镇住了众人，但早晚会露出破绽。之前的老二或许还只是蠢蠢欲动，现在却已经是直接对自己下手了。这个沈三的出现，倒是自己的转机。今天晚上的事情，不仅是功亏一篑，竟然还冒出来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沈三少爷。之前听说这个沈三少爷一无是处，怎么现在这么厉害了？格里这个废物，贪心有余，成事不足。动手的人已经灭口，再给伏牛山了，应该没人知道是我干的。但我心里总不踏实。今晚这事姓林的不查出来是不会罢休的，不如把内奸的锅扣沈三头上。他要是睁只眼闭只眼，正好拉他下水。他要是做掉沈三，我这边就没后患了。王莽，老二，你睡了没有？跟你说多少遍了，以后叫二哥，别整天老二老二的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老五带人值夜？别提了，睡不着，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一个野小子，竟然成了老四，还特么是沈家的人。我看老大这是疯了。老大疯了，他才没疯呢。你没发现，那小子跟着老大进去，到现在还一直没出来。他奶奶的！就算老大想找个男人，也不能找沈家的人啊！老四可是才被沈家的人害了。不仅仅是这个，老三，你不觉得今天晚上的事情有些蹊跷吗？这伏牛山的阁里亲自带人来，他们是怎么进来的？这山下的岗哨可都是老大安排的，怎么就这么容易被人干掉了？而且还有，老大为什么从一开始一直没来，反倒是我们打完了这才出来的？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你的意思是有内奸，而且老大也有问题？你想想，整个山寨里面就只有他姓沈的一个外人，而偏偏他今天刚来，我们青龙寨就出事了，这不可疑吗？再加上他跟我们老大的特殊关系。老二，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确实是这样。这个姓沈的，我非宰了他不可。老三，那姓沈的现在正在老大屋里呢，你现在过去能把他怎么样？不如等明天一早大厅议事的时候，我当众揭露他的身份，到时候你找准时机，直接上去弄他，就算老大想要保住他，也晚了。好，就这么办。你给我出去！之前在战斗后，我都会打坐一会儿，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。对于一个特种兵来说，需要时刻保持警惕，但同样也需要心如止水，有静有动，才能保持身体和精神的最佳状态。这次穿越后的情况真是凄惨，不止身体素质差，更是连个正经的名字都没有。不过这沈家倒是肥羊，有时间可以好好的薅一薅。还有自己这具身体的母亲，既然借着这身体再活一次，算是成了你的情。你未见的孝道，我来替你尽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便是沈三。
昨天晚上你们怎么看？这次吃了这么大的亏，如果什么都不做，恐怕我们青龙寨真就要被伏牛山压过去了。大当家的，在对付伏牛山之前，我们是不是要先把山寨里面的内奸清理一下？这个老二倒真是聪明，明明是自己做的，却来一个恶人先告状。内奸？老二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兄弟们，我们这青龙寨固若金汤，怎么就这么简单被伏牛山的人给攻了上来？还有火的事情，当时在山寨后面的火烧得非常蹊跷，他们伏牛山的人是如何进来的？一定是有内奸在山寨里面策应，你说是不是？沈三公子，哼，你这话的意思，话里有话呀。干脆我替你说明白一点，你是在怀疑我吧？难道你不该怀疑吗？我们这青龙寨这么多年来，从来就没有被人打上来过，偏偏你这一来就出事了，你不得给我们好好解释一下？好啊，我就说你这个沈家的小子很是可疑，原来竟是内奸！来人呐，围起来！说你蠢，你还真是没令人失望。你也不想想，那伏牛山的人进来是通过后山的路，我一个外人又如何得知？再说了，我如果是内奸，目的是什么？要是想灭掉青龙寨，你觉得现在你还能坐在这里说话？至于你，办法实在不是很高明。我再教你一招，下辈子要找我事儿的时候，记得离我远一点。你这把匕首倒是不错，放在你手里太可惜了。大当家，这个当做见面礼了。所有参与这件事情的，自己站出来，不然等我自己找出来，后果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四当家的饶命！是二当家的让我们提前从山下上来的，是二当家让我盯着大当家这边的动静，是二当家拦着不让我们跟伏牛山的人交手的。从今以后，你们归到我手下，要是敢有任何异心，后果你们知道。大当家的，这件事情说起来，老二身上确实有不少疑点，我倒是觉得四当家的做的没错。老六，你说是不是？大当家的，伏牛山的人马又来了，此时正在山下叫。你说什么？伏牛山的人马又来了，还真是不怕死。没有想到，这伏牛山的人吃了一次亏以后，还是不长记势，竟然还要来。想必是经过昨天的试探，自以为掌握了青龙寨的虚实，妄图用人多来毒死我们青龙寨。既然他们敢来，那这次就好好的收拾一下他们。来人，把这里收拾下去。老三，你怎么样？还能不能再战？大当家的，我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沈三，你跟我下去。下去干什么？他们摆明了不敢上来，所以才会在山下摆开阵势，引诱我们下去对阵，说不定早就埋伏好了。这个时候没必要放弃我们自己的地形优势，白白下去浪费人马。他们愿意等，就让他们等着好了。说的有点道理。我们下山是主动放弃我们的优势，化主动为被动。他们要是敢冲上来的话，我们凭借地形绝对能够让他们有去无回。人家都打上门来了，我们连出去都不敢，岂不被人笑话？以后让别人怎么看我们青龙寨？缩头乌龟！谁说不打的？胖子这话说的没毛病，人家都打上门来了，真要是不打，可就要被人小瞧了。以后我们青龙寨还要在这一片混呢。说不打的是你，现在说要的也是你，你到底要怎么办？凭他们这次来的人数，恐怕整个伏牛山是倾巢出动，那不就是说此时的伏牛山老巢已经空了？他能来打我们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趁机把他们伏牛山的老巢给拿下来，让他们顾此失彼？到时候见到老窝被攻，一定会撤退，那个时候你们再从山上冲下去，趁机追杀，这样一来，保准他们伏牛山的人马损失惨重。好计呀！老大，我认为四哥这个主意靠谱。此计倒确实可行。不过沈三，现在山下就是伏牛山的人，而后山的路也断了，怎么才能悄无声息地去到伏牛山？你这话只说对了一半，后山的路是断了，只不过是断了一半，想要从山下上来自然是不可能了，但要想下山还是可以的。来10几个身手好的弟兄跟我走一趟，有没有不怕死的弟兄？我去！都一个个的愣着干什么？真让别人都以为我们青龙寨都是孬种了。你还是算了吧，你这个体型有点儿……我体型怎么了？我这也是一口一口吃胖的，我这是壮。四当家的，我们跟你去；三当家的说的对，我们青龙寨也都不是孬种。好，这些人就够了，这才有点爷们儿的样子。各自去准备，
把大刀都放下，带短刀。另外，给我把山寨里面所有的火油全部带上。所有人，快去！这把刀是先放在你这里。先说好了啊，现在这把刀是我的。这都什么人啊？明明是抢的别人的东西，还能这么理直气壮。沈三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就算他们伏牛山的人来了这么多，但留在山寨里面的仍然有不少人。就凭你们这10几个人，恐怕做不了什么。我也不知道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战斗本就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，伺机而动，总会有办法。你们在这里一切准备好，冲下山以后，一定要尽可能多都杀掉他们的有生力量，但不要恋战，杀到半路就要回来，不然真杀到伏牛山，估计局面就反过来了。你们几个跟我走。四当家的，这绳子下面的松树已经断了，我们要怎么过去？当然是荡过去了。我先给你们做个示范，你们按照我的来，按照我了。这个距离很简单，胆子大一点就行了。看好了。赶紧的，快点过来！我操！我竟然过来了！猴子，带路去伏牛山。走。四当家的，这里有2条路可以上到伏牛山，一条是车架子路，一条是上山的小路。我们走哪一条？哪条也不走。他们在山路上肯定埋伏着人，走哪儿都能被发现。我看这里山林茂密，但坡度倒不是很陡峭。我们从林子当中穿进去，你们几个跟在我的后面。四当家的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这个围墙也不矮啊，爬进去的话不太好爬。爬进去的话倒是没有必要，还真是小看了这个伏牛山的情况，没想到这么大。就算我们能把里面的人干掉，拿下这个山寨，凭我们10几个人也根本守不住。这样，绕到后面房子那边去，把竹筒都打开扔进去，给他们来把火。差不多了，扔。什么声音？点火。快，弄完赶紧溜！太过瘾了！看这个样子，这是要火烧伏牛山寨了，还是四当家的你有办法呀？太泄气了！都淡定点啊！我看这里有一些利草很结实，你们把这些利草给我拉出来。四当家的，用这种割人草干什么？我们平常最痛这种东西了。你们先在山寨里面着火，他们一定会下山去求救。我们青龙山距离这里不过10-20里，他们起码很快就回来了。到时候这个山寨烧得没那么厉害，我们用这种利草拉在山路上，等到他们下山了，扔出去缠住他们，也能延缓一些时间。再说了，我可不想再跑回去，累死了，弄几匹马骑骑也不错。来了，准备好，上，一个不留。四当家的，跟着你打仗简直太过瘾了！以后我猴子这条命就是你的了。可拉倒吧，自己的小命自己看好了，只要别作死，老老实实听话，就没那么容易死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没下来？他们该不会不敢下来了吧？不应该啊，老大，我们这可是正儿八经的教山门，他们必须要出来应战，这是规矩。不然的话，他们青龙山岂不是颜面尽失？大当家的，你放心，只要他们敢下来，保准让他们死在我的刀下。至于那什么人，绝对不是我的对手。说的有理，估计是他们害怕了。昨天晚上损失那么多人，现在估计没有一战之力了。告诉兄弟们埋伏好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只要他们敢下来，就留下他们。老大，还在这儿等着干什么？既然他们不敢下来，我亲自带一队人马上去，管他什么地形不地形，有我在，一定能打进去。也好，王爸，你就亲自带领200个弟兄上去看看，要是机会可以，直接冲，我们也立刻跟上去。老大，天哪，
你快看！不能吧？山寨里面还有那么多人，怎么可能被人打上去？难道是官府的官兵？大当家的，不好了，我们山寨着火了，还有山上也是，你们赶紧回去啊！啊！你说什么？到底是谁干的？不知道啊，没人啊！废物！所有人赶紧给我掉头回去！要我说啊，老大，我们快别等了，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动静，那个沈三一定是吹牛。这下我们青龙寨的脸算是丢尽了，被人堵在山门口不敢应战，这以后还怎么混？大当家的，伏牛山的人跑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天哪，他真的做到了！老三，快带人冲下去！妈的，竟然是真的！兄弟们，跟我冲！伏牛山的孙子们，给我听好了！再敢到我们青龙山附近瞎晃悠，当心你们的小命！老虎不发威，还真当我们青龙寨怕了你们！没想到这个沈三还真有本事，竟然带着10几个人就敢冲伏牛山，过瘾！我们走。四当家的，咱们这下可算出了口恶气。放心，以后有我在，保证不会再让兄弟们受委屈。对了，沈家村怎么走？去沈家村？四当家的，我们不直接回山寨啊？正好可以来个两面夹击。夹个屁！就算他们把消息送回去，现在这伏牛山这么大的火势和黑烟，他们一定也能够看见。我们要是回去的话，正好跟他们撞上。就我们这10几个人都不够他们打的。走，跟我回村，我还有事要办。四当家的，前面就是沈家村了。走。啊，三少爷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说你被山匪给劫去了？三少爷，你不能就这么进去。滚开！你竟然还活着！看来你不希望我活着呀。你居然把山匪带到我们沈家来，你想干什么？妈的，你个老东西，竟然敢这么跟我们四当家的说话！我看你是活腻了。四当家，你竟然当了山匪！你真是丢尽了我们沈家的脸！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把你逐出沈家，你不配做沈家的人！你还是省省吧，你以为我在乎这个身份吗？别蠢了，我来这里是为了别的事情。少爷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夫人她……怎么回事？慢慢说。自从少爷被山匪抓去了之后，夫人就哭着找老爷拿银子上山救你，可是老爷他根本不管。二夫人还说夫人跟少爷是害人精，让人直接把夫人给……二夫人在哪儿？哟，没想到你又回来了，还当了山匪。老爷你看看，他肯定不是您的种，不然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把他们围起来，我们这么多人，还怕了他们不成？而且我已经让人去报官了，一会儿自然有人收拾他们。对，给我把他们围起来！四当家的怎么办？他们报官了，官军马上就到，怎么办？杀！你要干什么，老爷？带人去后面，把能带走的全部装车带走，谁敢拦着，直接杀了。是。至于你，三少爷，不能啊！这是你爹，你不能杀他的，是会遭天谴的。
而且三少爷，你们赶紧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。二夫人已经报官了，相信官军一会儿就来了，快走啊！四当家的，已经装完了，后面正好有2车没卸的粮食，屋里面还有不少现成的金银，这下发财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跟沈家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如果再招惹我，后果自负。猴子，你是怎么当上山匪的？哎，四当家的，别提了，还不是为了混口饭吃。地方这比地主老财还狠，说什么要出兵跟边境部族打仗，地方管事的加征粮税，用来养活护卫队伍。我们本来口粮就不够，他们这一加税，我们就得饿死。没办法，就跟我们村的几个人上山当山匪了。二狗子、毛蛋，我们几个之前都是一个村的，还有一些当时跟着出来的，都死了。这年头山匪也不好当，官府抓我们不说，其他山头的山匪还要想着对付我们，我们的日子可不好过。哼，有点意思。你呢？四当家的，不瞒你说，我是因为杀了人。那财主家的少爷太不是东西了，不把我们当人看也就罢了，那刘老汉的闺女才那么点就下手，实在是看不惯，我就直接杀了，连夜跑了。这些山匪，有的是被逼无奈，有的是走投无路，各有一段血泪。想想也是，山匪本来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生计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死了，而且还背着一个骂名。谁没事愿意当山匪？上山为匪，下山称王。这乱世既然来了，就从这青龙寨开始吧。四当家的，等等我们啊！回来了，四当家的回来了。大当家的，我们回来了。去哪儿了？怎么才回来？顺路去了一趟沈家村，打劫了一番。什么？你们打劫了沈家村？淡定，那是我家。这个沈三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之前那把刀呢？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是青龙寨大当家的，而他是我的人。以后得改口叫大当家的了，真是厉害啊！刚来山寨才2天，就把老大给拿下了。老大就这么被沈三抱着，那表情我眼睛没看花吧？我第一眼看到三爷的时候，就感觉不一般。滚犊子吧你！你个墙头草马屁精！之前还叨叨着不让沈三带那么多人去呢。恭喜大当家的，贺喜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威武！别动！你对女人一直都这么霸道吗？不知道。说起来，你是我的第一个女人。要想让我跟你也行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条件？对，只要你帮我杀了郡守，我这辈子就是你的女人。你想对我做什么，我都依你。杀郡守？为什么？你敢不敢？呵呵，激将法对我不管用的。我做事向来不受别人约束。我要是杀他，是因为我想杀他，而不是因为别人。记住了，你已经是我的女人，而不是我杀了郡守，你才是我的女人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事情便是我的事情。好好休息吧。说说吧，现在山寨里有多少人？多少粮？多少兵器？回大当家的，弟兄们一共137人，粮食2000斤，弓47把，大刀107把，将枪23杆，还有……行了，就这么点家底，也想在这中乡县立足？大当家的，咱们之前就是小打小闹，能有这些已经不错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没有小打小闹这4个字。秋君，把地形图拿来。你要做什么？做一件能让所有人看清楚我们处境的东西。
大当家的，这是咱们青龙山，跟真的一模一样。看清楚，这是我们的青龙山，这里是伏牛山，这里是官道，这里是中乡县，我们就在这个夹缝里生存。你们总说自己是山匪，山匪是什么？是被人撵着跑的丧家之犬，是躲在山上不敢下山的懦夫。哼，当然不是。所以我们就要换一种活法。我送你们9个字：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。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。筑墙是让我们的山寨固若金汤，让任何人来了都有来无回；积粮是让我们衣食无忧，弟兄们不用再为一口吃的去拼命；缓称王是让我们闷声发大财，别急着出头，枪打出头鸟。王莽，听说你是山寨里力气最大的。大当家的，这不是听说，这是事实。你全力攻我，我不用兵器，若能碰到我一片衣角，算你赢。沈三，来，大当家的得罪了。再来！想让个屁！看刀！你的力气很大，但打仗不是只靠力气。从明天开始，所有人按我的步子方法练兵。从今天起，每天早上跑山5趟，跑不完的没饭吃。弓箭手练射靶，大刀队练劈砍，长枪队练突刺。大声点儿！是。散。看来咱们青龙寨要变天了。你真打算把一群乌合之众练成精兵？不是精兵，是虎狼之师。在这乱世，没有刀，就没有说话的权利。我会帮你。大当家的，伏牛山那边有动静，阁里手下的大将宋冲正带着人往我们这边来。来了多少人？约莫200，都是精壮，还带着兵器。正好，检验一下我们的练兵成果。大当家的，最近下山扫了几个村子，粮食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，应该想想办法对付青龙寨了。他们既然敢对我们伏牛山放火，我们同样也可以放火烧了他们青龙山寨。我带几个弟兄去，一定让他们山寨变成一片火海。不错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老二，这一次就由你亲自带人去，事不宜迟，今天晚上你们就动手。大当家的，这次我也去吧。上次他们没敢下山，这次要是着火的话，他们一定会从山上下来。我带人堵住他们，一定能够一网打尽。也好，只不过你记住了，就等在山下面，他们没下来，你万万不可提前上山。青龙寨地势险峻，强攻很难占到便宜。是，大当家的放心，我有数。都安静点，在这里等着。派几个人往前面去盯着点，一旦开始起火，立刻回来报告。怎么回事？按照时间来算，早就应该到青龙山底下了啊！怎么会还没动静？他们该不会还是想一直爬到山寨里面去点火吧？妈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人呢？该不会有什么埋伏吧？就算有埋伏，也不可能把人全留下吧？所有人都把火把熄了，跟我悄悄摸上去，我就不信这个邪！从这周围的情况来看，根本就没有任何埋伏的迹象，而且也没有打斗的痕迹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几个往上面去看看，不要走山路，悄悄从山路一侧的林子上山。山路上一定有什么暗哨之类的，相互之间拉开距离，要是有什么发现，立刻回来。这些混账东西，就怕人家听不见动静是吧？鬼叫个什么？走。
怎么回事？统领，前面林子里面有陷阱，兄弟们掉下去都完了。我是走在后面，好不容易才爬出来的呀，恐怕二当家的他们也死在里面了。什么？陷阱？想不到青牛山的人只会搞这些害人的东西。所有人随我上山，今天必须要踏平青龙寨，给二当家的报仇。大当家的，应该是山下面来人了，误入了我们的陷阱。山下虽然看不清，但能听见马匹的声音。看来一定是伏牛山的人按耐不住了。不过他们进到林子里面，估计也想用火攻，简直是嫌命长。现在的山林，连我都不敢轻易进去，更不用说他们了。大当家的，我们下去打吧！他们伏牛山的人还是不长记性，现在兄弟们还真不一定怕了他们。什么打？这黑灯瞎火的，人都送上门来让我们偷袭了，你竟然要正面硬刚，长没长脑子？就你们大刀队练了，弓箭手没练，你当我那么多银子是白花的？满仓，带着你的人到山路周围的山林里面，那些提前标注好的地方分散躲藏埋伏，每人把各自的弓箭全带上，记住了要准头，不要数量，争取一箭干掉一个人。他们既然来了，那就没必要让他们回去了。一会儿见机行事，你们记住了，我让你们射的时候，你们要一起攻击；我吆喝着不让你们射的时候，你们也别停下，分散攻击，明白吗？去。胖子，招呼兄弟们，把滚木、石头还有栗草都搬过来。老大，他们要是都杀到山寨外面了，我们还是直接杀下去吧。兄弟们练刀练枪的都已经手痒了，还是……都特么愣着干什么？大当家的话没听见吗？赶紧搬东西！胖子，让人把山寨里面所有的火全部熄了，快！都赶紧的，快！还有大门上面的火灭了！大当家的，现在砸不砸？不急，淡定一点。我看这个人有点彪乎乎的，上面这么漆黑一片，竟然没有察觉到一丝古怪，不知道是没脑子还是过于自信了。我感觉有点高估他们了。胖子，让兄弟们把绿草拿起来，听我命令，扔！哈哈哈哈！这群棒魁，没想到这种拉拉羊这么好用，之前怎么没发现？这些人都到这种时候了，还举着火把，真是嫌命长。放！有本事出来单挑，放刺！哎呦，放什么冷箭？哼，这蠢货！你以为两军对阵呢？我们是山匪，谁跟你讲江湖道义？也不知道是谁，之前的时候动不动就嚷嚷着要单挑，说还要摆开架势的那种，不能玩偷袭。老大，你这么多人呢，能不能留点面子？哼。都停下！伏牛山的人听好了，谁是你们老大？出来谈一谈。我是。你们不是喊停了？怎么还有？怎么回事？不是说让你们停手了吗？都给我停下！你们也太不像话了！大家都是出来混的，自然要讲规矩。该死！你们青龙寨玩阴的？没有啊，伏牛山的诸位，先别急，你们听我说，都听好了，现在是谈判时间，大家都不要再射箭了。你们怎么回事？管不了你们了是不是？青龙寨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。李满仓，你们特么一个个的瞎呀！没听见我刚才吆喝的吗？你们看看，把前面这个又高又壮的老大都气成什么样子了！哎呦，撤！所有人快撤！所有人，把所有弓箭全射出去！胖子，带着你的人马，骑马给我直接冲下去，
竟然还敢来打我们青龙寨的主意，真当我们是泥捏的！兄弟们，跟我冲！老大，大获全胜！王霸内斯带着残兵败将往伏牛山方向逃了，弟兄们追了好几里地。伤亡如何？咱们的人几乎没什么伤亡，就是有几个弟兄被乱箭擦伤了，不碍事。这一仗打得好，但记住，伏牛山不会就此罢休。阁里吃了这么大一个亏，一定会再想办法报复。从今天开始，晒寨所有人加倍训练，陷阱再多布一层，弓箭手每天练习不能停。胖子，你带人把缴获的兵器分拣一下，能用的发给弟兄们，不能用的容了重铸。是。满仓，弓箭手从今天起增加到50人，每人每天50支箭的练习量，射不中的没饭吃。明白。王统领回来了，快开寨门！人呢？怎么就你们这几个？大当家的中计了，青龙寨在山上埋伏。老二呢？老二怎么没回来？二当家的被青龙寨的陷阱害死了。老二死了。我们伏牛山跟青龙寨势不两立。大当家的，你罚我吧！大当家的，不好了，县府要攻打我们伏牛山！什么？大哥，撑住啊！大当家的，这一碗敬你，太过瘾了！收缴回来的银两不用给我，一会儿给弟兄们分了。谢大当家的。大当家的，下次也让我们长枪队上去试试啊！着什么急？哪能一下子把底牌全亮出去？你们长枪队是对阵的主力，有你们发挥的时候。大当家的，武当家回来了。大当家的，县府出事了，县太爷要出城剿匪，先攻打伏牛山。弟兄们，随我到后院的地形沙铺处商讨对策。前几天县府来了个姓郑的小侯爷带队，人马最少1000，3天后动手。这次县太爷动真格了。小侯爷，姓郑。这位郑小侯爷是州府郑侯爷府上庶出世子，颇受喜爱，年龄不及弱冠，武艺高强，遍读兵书，最喜舞枪弄棒。此次来中乡县，恐怕为功勋而来。你知道，郑侯爷在齐州战功赫赫，为人豪爽仗义，广交豪杰。小侯爷天资聪慧，行事颇为像郑侯爷。那大当家的，伏牛山死定了！我们趁机拿下伏牛山，青龙寨就是大片山寨了。哈哈，大当家的，干吧！不，我们这次要帮伏牛山。帮伏牛山？没听错吧？官兵打下伏牛山，下一个就是青龙寨。打退一波，官兵怎会善罢甘休？更别说还有小侯爷，真打败他，后面侯爷带着大军就来。你们看，从县府到伏牛山有一条官道，但除了官道外还有几条小路，但这几条小路都会经过一处山谷，那是绝佳伏击之地。你是说官兵会分兵两路，一路官道佯攻，一路小路绕后，想打伏牛山个措手不及？这小侯爷若如你们所说，就一定会分兵两路，而且我估计他会走小路，然后我带人去山谷埋伏，就能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少了后路策应，正面进攻自然也难取胜。大当家好计策！你即刻回县府，密切注意动向，其他人不得下山，全部训练。老大，都等好几个石头了，1000多人都走官道了，不会从这边跑吧？闭嘴，老老实实等着，再废话我削你了。一会儿听我命令再动手，等
都藏好了，没我的命令，谁都不准乱动。大当家的，有人进来了。探子，看来大鱼就在后头。这山谷地势险峻，容易遭到埋伏。小侯爷多虑了，山匪自保都来不及，哪会埋伏？而且我们从没走过这里，他们想不到的。说的有理，加快速度，尽快通过，从后山上山，一举拿下伏牛山。明天攻克青龙寨，等我把中乡县山匪悉数剿灭，看父亲还有何话说！射箭！攻上去！区区几十人也想拦住我们！好，撤！快撤！大当家的，要不要追？追个屁！弓箭用的差不多了，没了弓箭只剩硬拼。傻呀！赶紧捡东西，有用的全带走，赶紧跑！大当家的，官军撤兵了，伏庐山的人冲下来，打退了官军。知道了，继续盯着。大当家的料事如神啊！前面佯攻的不是全力，被打退不奇怪。县府撤兵，很可能是小侯爷那边的消息传了过去，但下一次恐怕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。所有人不得下山，全部训练。老六，带人加固围墙，换成石墙。下山弄几个铁匠、石匠上来，弓箭和长枪全部加上铁头。是，正好顺道下山带几个。带几个什么？把上次抓的野山羊、野鸡都圈养起来，找近人盖几间房子。是，大当家的，那我先下去了。怎么了？还在生老三的气？沈三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突然这么问？自从你来了以后，这青龙寨就大变样了，不仅有了充足的物资储备，而且战斗力也提升了一大截。别人不知道，我可是看得很明白的。现在的青龙寨跟之前根本不可同日而语，更不用说你还设置了赏银练兵。现在那些平日里面散满的山匪，竟然都操练了起来。按照现在这么下去，用不了多少时间，那些官兵根本不是对手。更何况你这一身功夫，虽然我很不服气，但不得不承认，我不是你的对手。但你之前不过是一个沈家的少爷罢了，而且之前听说你这个少爷只会混吃等死，哪里有这等本事？如果真像这样，你在沈家岂能任人欺压？凌秋君到底是聪慧过人，自己穿越而来，不经意间已暴露了太多不寻常。哼，有些事情你不知道也罢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我不会害你就行了。既然你不想说，我以后也不会挨过问的。谁都有自己的秘密。我既然跟了你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我都什么？没什么。走吧，陪我下山一趟。下山？去哪儿？中乡县县府。要不怎么说中乡县这么多山匪？就这条件，就算再多几个，似乎也能养得起啊。这只能算是运气吧。只是这些过往的商客们倒霉了。那按照你这么说，这个县太爷干成这样，还能继续当县令，上面就没有人管？管。六乡郡镇守陈洪是他亲哥哥，不然凭借县太爷这本事，怎么可能会在这中乡县当县令？不对啊，这县令虽然官职很小，但不应该都是朝廷直接任命的吗？那是以前上面的事情，谁知道呢？天下大乱之前，往往都会这样。走吧。前面树旁坐着的那人，就是上次伏牛山带队上来夜袭的那人。那天晚上他冲在前面，我应该不会看错的。只是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，而且如此的狼狈？伏牛山的人，难道说他们也想打县府的主意？走。
过去看看。兄弟，打听个路，我们身上带着不少银子，想去县府里面买些东西，这县府怎么走？这位公子还真是巧了，在下也正要去县府，不妨一路，且随我到后面把行李取了，我带你们去。真正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神态出现。你刚才说的要是有半句假话，后果你自己想。大哥，我对天发誓，不敢对你下手啊！没事，官府是会替你主持公道的。不，这哪是英雄好汉做出来的事情？我王爸绝不会这么做。王八？夫人，是霸气的那个霸，不是河里那玩意儿。他正好要去县府里面投靠他妹妹，不妨一起去那里落道脚。多谢大当家的。叫三爷。是，三爷。怪不得自古以来匪不与官斗，这压根就不是一个量级的。看来没有绝对的实力之前，确实不能硬刚啊。富贵酒楼，怎么这么大了啊？是大舅哥，来，快里面坐。来县府怎么也不通知一声？妹夫，这几天不见，你这是富贵了啊！真是没叫错名字。三爷，这是我妹夫赵富贵，这位是三爷。没看见来会客了吗？菜准备着。妹夫，上次来的时候你还是一间小酒馆，这才不到1年时间，怎么就换成这么一间大酒楼了？我妹妹向来可好，怎么不见在酒楼忙活？这多亏了有贵人助助，这才做到现在。至于连连她最近偶感风寒，身体多有不适，现在早早歇息了。这样，今天晚上先住在这里，明日一早再说。这晚上都不做生意了？三爷，你有所不知，县府里面晚上有宵禁，寻常百姓连出门都不让，哪里会有生意？一般也就早早的关门了。走吧，各位，我带你们去厢房休息。早点休息吧。你睡在那里吧，今天晚上我在门口。都手脚麻利点儿，那边给我多淋点火油。我大舅哥可厉害着呢，一定把门堵死了。虽说他喝了不少酒，但也要小声点儿。这边也点上，多抱点柴火过来。要怪就只能怪他们倒霉了。要放火！看住他，敢出声，直接宰了他！三爷，你怎么进来了？我要不进来，不就成烧鸡了？跟我出来！三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问你妹夫吧，这是他搞出来的。你要害我？怎么回事？我妹妹呢？到屋里面去吧，先把事情搞清楚。大舅哥，我也是没有办法呀。县太爷家的公子看上了连连，我这不就……那可是县太爷的公子，我……老板，你帮我去巷口别院送壶酒。好嘞，公子稍等。你要干什么？不要啊！你放开我！不要啊！
什么？莲儿，莲儿，都怪我没用。忘记今晚的事，收了这笔钱，离开这里。这种人真是该死！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男人？什么？连连死了？三爷，借刀一用。三爷，今天晚上多亏了三爷，我欠您一条命，下辈子我一定还给你。你是要去找县太爷的公子？对，我妹妹屈辱致死，这姓赵的死有余辜，这狗屁县太爷的公子更该死，不然我妹妹怕是死不瞑目。你现在只有一人，身上还有伤，县府里面除了县太爷的人，还有小侯爷的人马在，就算你有些功夫，恐怕你也很难得手。我知道，但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，我也要去，只要能解决他，到时候我就算死了也值了。冷静点，有些事情不一定要蛮干，你要是信我，给我几天时间，我帮你想办法。你这么白白送死，太可惜了。三爷，只要能让我亲手解决了他，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。好，刚才这里动静不小，估计前面的人也都醒了过来。先去把院子里面的人处理了，然后给我把酒楼里面所有人全部叫起来。今天把你们叫起来，是因为你们掌柜的突然得病暴毙了，临死之前把这富贵酒楼给了我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这富贵酒楼掌柜的，以后你们叫我一声三爷就行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这种事情也很难说。其余的事情你们不需要操心，明天正常开门，你们继续做好各自的事情就好了。哼，三爷，从哪儿冒出来的三爷？敢问一下，我们掌柜的之前还是好好的，怎么你们来了以后就突然得病死了？再说了，就算得病了，是不是也得让我们看看啊？呵呵，你的意思是我在故意骗你？你又是什么人？我叫赵虎，是这个富贵酒楼的管家。之前赵富贵开这个酒楼的时候，还问我借了50两银子呢。就算他死了，这富贵酒楼大掌柜也是我的，恐怕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当吧？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可就要找县太爷说道了。我这个人脾气不好，最不爽的就是别人威胁。王八，拿下他！你们几个在树下挖个坑。嚷嚷个屁！你们既然还在这富贵酒楼，一切的事情就要听我的安排。不听话的，或者有什么异心的，他就是你们的下场。秋君，把那包银子拿出来。你叫细狗？是大掌柜的。这些银子算是第一次见面的见面礼，你给大家分下去，以后你们在这里的工钱全部翻倍，踏踏实实的在这里干。谢谢大掌柜的。好了，都散了吧，天都快要亮了。明天照常营业，要是有人找赵富贵，就告诉他们我们酒楼换掌柜的了。你也先回去歇息吧，先养好伤，其余的事情再说。是，三爷。这县府这么大，我们去什么地方找老五他们？你今天在酒楼里面盯着，这些人虽然说没什么，但总归刚开始不放心。要是有什么情况，你就直接走，我来没见到你，自然会明白。至于老五他们，我知道在哪儿，那种地方，你去也不合适。我去不合适？什么地方？有危险吗？都说那地方鱼龙混杂，不是正经去处，男人进去容易惹一身麻烦。花楼？对啊，不去花楼，难道要去茶楼和书房找咱家的人吗？他们那副德行，要是进那种地方，还能不被发现？又不是和尚。和尚？什么是和尚？和尚就是不近女色，不吃荤腥，不能杀生，整天看书静坐的男人。怎么可能？哪里会有这种男人？那多无趣。是没意思。所以说老五他们能在哪儿？花楼可是个好地方，不仅能让兄弟们休息，还能够打听情报，而且还可以隐藏身份。他们那种人出现在花楼里面才不会突兀，对我们这种身份来说，岂不是最好的地方？放心，那些胭脂俗悔，岂能跟你相提并论？曾经沧海难为水嘛。走了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这话
请问，花楼一条街怎么走？倒是清静。小二，一坛酒。掌柜的，人呢？来了来了，早就已经备好了。磨磨唧唧的，还让我们等。天冷了，拿点酒来暖暖身子。兄弟们，走去2楼雅间舒服舒服。掌柜的，那些是什么人？还能是什么人？忠义帮的人。呸！一群无赖。忠义帮？这忠义帮其实就是我们中乡县县府的一群无赖啊！听说他们都是县太爷公子的人，在我们中乡县这1亩3分地儿，谁敢说个不字儿，隔天就给你抓进大牢里面去！不搞一个倾家荡产，这人就别想保出来！哎呦，你竟然敢跟我们忠义帮的人动手，你完了！滚！以后别再让我见到你们。你给我等着！你要是走了，我就拆了这间酒楼！这位老兄，不好意思，扰了雅兴，讨一碗酒喝喝。好说。老兄怎么称呼？刚才这人都跑了，你还在这儿吃酒，有胆气！区区无赖闹事罢了。我不过闲人一个，与我何干？至于称呼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喝酒。好一个相逢何必曾相识，老兄好气魄。掌柜的，再搬几坛酒过来。老兄，多谢你的酒了，不过你该撤了。就是这人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老兄好功夫。什么人在此闹事？都别动！是我。小侯爷，您这是惹事惹到我的头上了，把他们全带回去，关起来。是。过意不去了，你们自己收拾收拾。老兄，要是有人敢找麻烦，可以报我的名号，有时间可到翠竹轩找我。这位爷是第一次来。怎么，这地方三爷我不能来？三爷自然能来，您这突然一来，倒是吓了我一跳。原来是麻爷的人啊，您看要不要找几个人伺候着？去，我们三爷是什么人物？三爷，楼上请。别，还是外面吧。老五，看来你在这怡红楼里面过得很滋润啊。不过这里面一日千金的，你从山上带下来的那点银子够吗？三爷说笑了，那肯定是不够。兄弟，我还有一个绝招，就是会点手段，每日跟着怡红楼掌柜的来上一把，这银子就来了。哦，你还有这本事？我小的时候，爹娘死得早，一个在外总会学到些小玩意儿。你跟我来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以后有事直接派人去哪儿就行。到了，就是这里。富贵酒楼，三爷这是？这酒楼是我的。什么？这酒楼是三爷你的？掌柜的，愣着干什么？以后这里就交给你了。走后面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这富贵酒楼二掌柜了，该怎么做，自己看着办。秋君，去把王霸叫来，然后你收拾收拾，今天就走。你自己先回青龙寨去。是。你小子耳朵挺尖啊，收拾拾，晚上我们两人去。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有个人倒在我们酒楼门口，好像不行了。
没事，只是晕了过去，估计是饿的。老五，弄碗热乎的来给他喝下去。实不相瞒，在下是刚从大牢里面被放出来的，刚才路过这里，实在是饥饿难耐，故而晕倒，承蒙诸位搭救，感激不尽。大牢？你是因为什么事情被抓进去的？说来也是备孕，在下之前只是这中乡县的一个大夫，因为给县太爷看病的时候多了那么一句，就被打入了大牢，关押至今。多说了一句话，什么话？就是发现县太爷有些肾虚，让他休养10天，自然就调理好了。结果县太爷非说他那段时间日理万机，忙于公事，已经很久都没有进房睡过觉了，而且他夫人也在一边证明，然后就把我关了。你既然是个大夫，我这位兄弟正好有伤，你能不能给帮着看看？这是箭伤啊，已经用药了，我看问题不大。这种红肿应该是里面留下了很多的箭头上的木屑所致。现在是不是感觉一碰就疼？对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要是一翻身碰到了，瞬间就疼一身汗。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伤口重新弄开，把里面的木屑给剔出来，然后再进行敷药。这样的话倒是能够彻底。方神医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家里倒还有一些兄弟受伤，能不能麻烦方神医去帮忙看一下？就在城外，不是很远。承蒙公子救了在下一命，要不是公子善心，说不定老朽就要冻死在这路边。对于家中兄弟的病情，老朽自登上心。你一会儿去外面买点蒙汗药回来，要是没有的话，等到这个方神医吃完了饭，想办法让他给搞一点东西出来，要那种劲大的、见效快的。三爷，晚上咱俩去哪儿？去县府给县太爷准备贺礼啊！好不容易来县府一趟，还遇到了县太爷的生辰，哪能不给他好好送份大礼？刘大人，老爷有请，这边请。好，副总管请。你跑什么跑？又不是第一次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上去给我按住了他！张少爷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谁呀？谁又来打扰本公子好事儿？少爷，这是老爷特意吩咐给您送来的酒，说是对少爷身体好的。他能有什么好东西给我？好酒，听说喝了可以让少爷您生龙活虎的那种。走走走，别打扰本公子好事儿。都来，先喝了酒再办事儿。方文配出来的东西效果怎么样？你放的量够不够？不知道啊，那大夫说叫什么3不倒，每次用那么1指甲盖就够了，我哪管那些，就全倒进去了。这下捡到宝了。不要怕，不要出声。王八，交给你了。妹子，不用怕，以后他没办法再欺负人了。好了，该给县太爷准备贺礼了。另外，这个妇人还有用，把她叫过来。如果想活着，你就老老实实的在这里待着。如果外面有任何人来找少爷，你就告诉他少爷已经睡了，吩咐说谁也不让进来。等到明天天亮以后，你自己走就行了。出去以后，能走多远走多远吧。少爷怎么还没出来？老爷，今天一早让人去看过了，听说昨天折腾了一宿，现在估计还没醒。这个混账东西，整天就知道自己玩乐。哎呦，是小侯爷来了！小侯爷能亲自来，真是蓬荜生辉呀！恭喜张大人，公主寿比天高，福比海深。何叔，您老人家该不会真的拎着2只粑粑来了吧？哼，瞎说！你也太小看你何叔了，这叫王八蛋，足足100颗金蛋呢，全是用金子做的，这就叫做1000年的王八，数百颗的蛋。诸位，
多谢赏脸。来呀，念礼单。郑侯爷府，郑太小侯爷亲临，送上金珠100颗。城外阁长柏，送上神秘大礼1份。看来这位葛掌柜还是谦俭之人。秋儿！所有人都给我站在这里，谁也不许离开，给我把门关起来！敢害我儿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！葛掌柜，该不会是伏牛山的大当家吧？听说不是叫葛礼。立刻派人去郡府请兵，让最少郡侯以上的人带领人马前来，我要踏平了伏牛山！王爸，你觉得这伏牛山怎么样？要是县府里面的人去攻打的话，能不能打下来？难说。三爷，这伏牛山虽然没有青龙寨的地势这么险要，但伏牛山里面的人还是很多的，而且这么多年来有着也算牢固的攻势。上次的时候，县府近1000人攻山，已经是施展的极限了。目前看来，按照上次县府的情况，还是打不下来。听你这个意思，你对伏牛山里面的情况已经非常熟悉了。回去以后，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我把伏牛山里面详细的情况做出来。大当家的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靠，大当家的，这特么是伏牛山的人，那天晚上就是他带着人马来袭击的。胖子，淡定点儿。之前他是伏牛山的人，但现在是我们青龙寨4当家的。来啊，所有人见过4当家的？见过4当家的。凭什么？我不服！派一个伏牛山的人上来就能当老四？哼，王八，我们青龙寨3当家的不服你了，怎么办？承蒙三爷关照，让我当了这个4当家的，我王霸今天就在这里领教兄弟们的高招。谁要是不服气了，尽管上来。要是我败在哪一位兄弟手下，不用三爷发话，我自己从这青龙寨里面跪着爬出去。我王霸一口唾沫一个钉，绝不反悔。但过了今天，要是我侥幸胜过了，从今以后，要是谁再敢对三爷的话有所质疑，别怪我了。哼。你的下半身脚法杂乱无章，这么高明的刀法被你耍成这样，简直是可惜。好好练练，还有机会。我告诉你，你在我们青龙寨不过是老四，竟然敢打你三哥我，造反了！我一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！公子啊，方神医恕罪，实在是身份所迫，不得已有所隐瞒，还望先生恕罪。公子客气了，尊夫人已经把一切跟我说了。尊夫人虽是女子，却能震慑住如此多凶神恶煞之人，实在令老朽敬佩。只是，这毕竟是山匪的山寨，老朽实在是……既然方神医如此介怀，倒也不好强留。不过就算强留下，你不医病也没用，搞不好哪天做点东西往水井一吐，我们全完了。哪能！公子救命之恩，让老夫惭愧。没什么好惭愧的，既然来了，不妨小住几日，还有些事要劳烦先生。上次你给的药很是好用，还想请先生多配一些，越多越好。还有跌打损伤和刀伤的药，我们的药材倒也齐全。这没问题，老朽自当尽力。告诉兄弟们，方神医是我请来的客人，任何人都要礼遇有加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另外，方神医配好药后，多给银两，让人送下山去。大当家的，这个已经做好了，小的多嘴问一句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这可是好东西，老哥手艺不错啊，要不干脆留下来。大王，之前不是说放了我吗？家有老母，下有小儿啊。行吧，你们村子离得不远，现在山上也没多少活要干了，以后有需要随时再上来。对了，这个拿上。大王太客气了，您看看山寨还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说，不着急，天黑之前我下山就行。有时候拿捏一个人，也没必要全靠杀人，钱比刀好用。
大当家的，什么酒这么香？之前可从没喝过这么香的酒，闻着都要醉了。拿几个碗来，把这坛酒给弟兄们分了，一人一口，暖暖身子。大当家的，这么多人，就这一坛，是不是？是个屁！三爷我辛苦忙了一晚上才出来这么2坛，哪够你们分的？一人一口尝尝就不错了。胖子，拿着分了，一人一口啊！都特娘的别挤，一人一口，把碗放一边去，我先来。喝个酒也磨蹭。哼。这是怎么了？好酒，再来一碗。再来一碗。我这酒拉出去卖几百两一坛，给你们尝尝就不错了。以后想喝了自己来弄。胖子，带着老四跟我来。公子太客气了，知道老朽好酒，还专门带酒来。这段时间可没少喝寨子里的酒。不过公子放心，配药的事情一点没耽搁。方神医，这可是留着治病用的，这东西能防止伤口恶化，不全是用来喝的。酒能治病，这倒是不假。酒是辟恶，胜于他物。看不出来，公子倒也略逼道。我说的治病，算了。王八的剑伤，还请方神医用上次提到的方法，把隐患根除一下。好说，不过会有些疼痛，这位当家的要受些苦楚。区区疼痛，何足挂齿？请方先生尽管动手。切，你就净吹牛吧，也不知道是谁之前疼得嗷嗷叫唤，跟杀猪一样。王胖子，上次是不是挨揍挨少了？哼哼。啊！趴下吧你！肩伤没有恶化，但这2处伤淤血肿了。四当家的酒气太重，伤没好之前最好不要沾酒。方神医，先别急，这酒能消毒。啊！大当家的，浪费呀！这可是好酒啊！确实是好酒。得，用完了就行。胖子，去搞点饭菜来，陪着方神医吃喝一点，暖暖身子。哈哈。爱咋咋地吧，摆烂了。一大早在山寨就不干好事。造了点酒，来尝尝。好辣！自然，这种刚蒸收出来的酒度数高，口感辛辣冲怡，经过一段时期的老稠陈酿后，造辣的刺激感就会减小很多，口味就醇厚柔和了。你还懂得酿酒？也不算酿酒吧，算是2次加工。你相公我懂的东西多着呢。舒坦。相公，这个神僧身上到底还有多少秘密？这张逢春也太不是东西了，自己儿子被害了，他居然来瞪我，他不是应该找你吗？何叔，你到底是哪头的？是你说要打伏牛山的吧？是你半路被打回来了吧？然后伏牛山的人就来了吧？没毛病。谁能想到那些山匪那么厉害？山谷那一仗，
简直是我的耻辱！听说那张县令已经派人去郡府求救兵了，看来人家是不指望我们了。什么？我还在这儿呢，竟敢如此轻视于我！传令，我要再去攻打伏牛山。别急，这个时候去打伏牛山，外人怎么看我们侯爷府？他张逢钧的儿子刚未害，我们小侯爷就屁颠屁滴去剿匪，不成县府的走狗了？那我们怎么办？不用急，伏牛山没那么好对付，你都吃了亏，郡府的人来了也占不到便宜。等到他们不是对手了，我们再上，那个时候才是侯爷府大显身手的时候。到时候我会跟你一起去，倒也想看看这些山匪到底有什么本事。何叔，高啊，不愧是殷人的好手。去，我这叫老谋深算。走了，喝酒去。去，把穆公侯给我叫来。是。穆海参见郡守大人。最近中乡县山匪闹得厉害，百姓怨声载道。你率领2000人马前往中乡县剿匪，去了以后归属中乡县县令节制，明白吗？郡守大人，这似乎有些不合军制，要不要跟马校尉说一声？你尽管带兵去，马校尉这里自有本官协调。怎么，本官的话不好用？不敢，属下马上就去。胖子，有胆就来比划比划，看看是你的刀快，还是我的枪快！哈哈哈，来呀，谁怕谁！弟兄们，给我上！好你个长枪队，有本事单挑啊！谁怕谁？哎，胖子，这一招怎么样？呸！也就这点本事，再来！长枪便于结阵，密度更大；大刀虽然灵活，但面对枪阵的绝对压制，终究白搭。王霸跟王莽针锋相对，两队时不时比拼一把。虽然人人带伤，但不得不说，每个人的本领都长了不少。大当家的，粮仓快见底了。入秋以来，弟兄们顿顿吃饱，训练又消耗大，存粮眼瞅着就撑不过这个冬天。还有多少？省着吃，顶多再撑半个月。眼下各村粮食都收完了，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。必须从外面筹粮，附近几个村子怕是也没有多少粮食。所以，我才让人做了这个。陆前村的王老爷10里8乡有名的富户，靠放债的手段，把整个陆前村的土地全变成了自己的田产。这陆前村已经成了王家的私产。听说他受到高人指点，在陆前村建了这么一处屋堡。秋收刚过，屋堡里面储存了大量粮食。可不好打呀，之前有不少寨子去过，都被打了回来。上次我们去的时候，他们竟然还组织了一些猎户朝着外面射箭，我们当时折了好几个弟兄。那是自然，这王老爷家富得流油，这要是去走一遭，那我们青龙寨整个冬天都不用发愁。切不可大意，这陆前村跟其他地方不一样，他们本来民众就多，现在又有着屋堡，几乎已经可以跟官兵有的一拼。硬拼的话，恐怕占不到便宜。硬拼那自然是不能的。不过你们看这个屋堡，倒是一个练手的好地方。已经有了这么坚固的防御工事，再兴师动众的去自然不行。不过要想突破，倒也不是什么难事。这样，从山寨里面给我挑选10几个功夫好的人，要身形轻盈一点的，11、12个就够了。大当家的，你该不会是想凭借10几个人就灭了屋堡吧？胖子，你是不是虎？我灭了屋堡干什么？我们的目的是需要搞到一些粮食跟银两。你要是把人家屋堡给一锅端了，以后怎么办？虽然我们是山匪，但也不能积泽而渔，要懂得慢慢薅羊毛。这些财主们的本事可厉害着呢，就算抢了他们也有办法再富起来，不能逼得太紧，不然以后我们去哪儿这么好的地方？什么鱼？
鱼个屁！我说这半天，你光听见个鱼。再说了，这10几个人，我只是想练练人手，真要是去的话，3、4个人就够了。3、4个人？怎么，胖子，你不信？信，老大你说什么我都信。别，来，有什么想法说出来，不用害怕。我们青龙寨向来是民主，有什么说什么。老大，你这就是净吹牛了。我们那么多人去都不行，你3个4个人就能了，看把你能的！就算你厉害，差距也不能这么大吧？闹着玩呢，我不信。胖子，就单纯凭你硬刚老大的这个胆气，我服。行了，我知道你们都不服，那就让你们见识见识。这年头打仗不能只靠武力，还要靠脑子。今天晚上我就陪你们玩玩。玩？什么意思？今天晚上我一个人从山下攻上来，你们呢自己想办法拦着。明天天亮以前，我把胖子跟老四带到山下去，怎么样？开玩笑呢，这岂不是说你一个打我们100多个？老大，我不是跟你吹，我们现在的本领可不是之前，最近这一个个的都是高手，就算你功夫厉害，你也不是我们的对手，单挑打不过你，群殴还打不了你了。你们就说敢不敢来吧。有什么不敢？谁怕谁？三爷，虽然你很厉害，但这一次似乎有点儿，我也参与。那我也来吧。不过弄完了以后，得赶紧想办法筹粮了。我也要参与，我也想看看我们这位大当家的有什么本事。可以，不过咱俩的条件要单独算。我答应了，至于能不能做到，还是多考虑考虑你自己吧。老三，还愣在这干什么？赶紧给我把所有人都叫起来，谁敢耽误，我要他好看。老四，你给我带着人看着沈三下山，别让他悄悄躲起来。老六，沈三走后，带人给我把大门关紧了。对，怎么有种众叛亲离的感觉？前半夜正是所有人精力旺盛的时候，没必要动手，不急。特种部队并不是一人单挑一师，很多时候的任务是潜入、渗透、斩首，全身而退。什么动静？是不是有人进来了？快来人呐！这边着火了！不好，快，赶紧回去寨子里面，把门关上。刚才有没有人进来？没有，二当家的放心，刚才我一直盯着大门呢。告诉兄弟们，不要管外面有什么动静，不要贸然出去，继续警戒。快冻死我了！要是能喝点酒暖暖身子就好了。老六，给我把老三和老四押到地窖里面，派几个弟兄在门口看着，告诉所有人，谁敢给我喝一口酒，把他倒吊在门口饿几天。他就是等到大家又冷又饿的去喝酒，说不定酒里面早就被他下了迷药。这都是生的肉啊，还有米也是。这个老六做好了饭也不知道给我们俩送一份进来，看我出去不削他！你可老实点吧，二当家的把我们关起来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这个地方只有这么一个小口，就算是三爷来了也没辙。到时候我们两个就算打不过他，只要咱俩一抱，谁也别想把咱俩弄出去。滚滚滚！谁要跟你抱一块儿？冻死我了！外面的人，给老子拿坛酒进来！我这还有好东西呢，专门给2位当家的留着的。又见面了，是不是很惊喜？
是不是很意外？刚才你们喝的这个酒里面可是有蒙汗药的，不过这次用的没有那么快起效。等到你们倒了，我就可以带着你们两个出去了。受点伤是难免的，毕竟你们两个这么重，我自然不会那么温柔。你们该不会担心我用马拖着你们从大门冲下山去吧？不用担心，我怎么可能从大门出去？我没有那么笨。看你们眼神都快迷离了，告诉你们也无妨。我呢，早就在一侧的墙上留下了一根绳子，到时候用绳子把你们拽出去，外面留了一匹马，到时候驮着你们下山。现在看起来时间应该是刚刚好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我出去放把火，吸引一下他们的注意力，然后回来带你俩下山。不好，这两个家伙就这么冲下去的话，万一被沈三半路伏击就麻烦了。快，立刻跟上去，护着两人。人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三当家的，四当家的，什么情况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三当家的，你们看那边，好像有东西。拉绳子，有惊喜。我操！别！大当家的，既然很难把人绑出来，那就让他们自己出来，这才是我真正的计划。来了！没想到这进入冬天了，这只兔子还能这么肥。你们之前打猎打得不彻底啊！你们这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两个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的就冲下山去？怎么这么多人冲下山去以后，还被沈三一个人就给抓住了？二当家的，这件事情都怪胖子，手太欠了。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他就拉了绳子，放屁！要不是你念出来，我能去拉绳子？老子又不识字，我自己的话能去拉吗？停，说正事。当初要不是自己下令把他们两个关进地窖，沈三也不会有机会。沈三对于人心的洞察简直令人可怕，更可怕的是沈三对这片树林的熟悉程度。好了，我们输了，告诉所有人，把银子掏出来，然后山上山下跑起来，走！哟，怎么都累成这个样了？这可不行啊，上下山都窜不动，也好意思说自己是山匪，丢不丢人？3天以后，我带人下山筹粮，筹粮回来以后，每人每天下山上山1个来回，每天的第一赏20两银子。胖子，让你们选出来的人明天一早在山寨里面等着我。肉还够不够？够。之前我们打了那么多肉，大部分都留下来了，而且现在的这个天气，倒也能再留很长时间。今天晚上多做点肉，让他们吃了尽快恢复恢复。你看看你们这一个个的熊样，要是今天晚上官府的人来攻打我们，估计就能连锅端了。老大，之前确实没这么练过，谁整天有事没事的上山下山玩？你说的有道理，这上山下山的去玩确实不行。这样以后每天上山训练的时候，每人下山捡点柴火上来，这样就不算是玩了。还是你这个老六心细啊！老大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而且我总感觉你好像在骂我。三爷，我们就这么进去，他们能让我们进去吗？不会露馅吧？怎么，三爷我不像个带兵的？像，
像。一会儿都给我挺胸扬头，我们现在可是官兵，不是山匪。进去看见什么大闺女小媳妇儿的，眼睛别到处乱看。三爷，那些官军不比我们好多少，他们之前打仗的时候是啥德行？你这不看他们才有问题。呵呵，说的有理，倒是高看他们。进去以后少说话。官爷远道而来，辛苦了，快请用。王老爷，县太爷吩咐的东镜已经准备好了。官爷，基本已经准备好了，正准备改日遣人送过去。今日几位官爷前来，怕不是担心东镜晚了日子？官爷，在下实在不是故意拖延，确实是最近家事颇多。不过今天晚上一定能准备好，并且比县太爷的要求多2成。王老爷，我们哥几个也不过是当差的，实不相瞒，我们老爷对你们王家最近的一些事情很是不满。这东镜既是心意，又是试探，你说你怎么就没看明白？是，官爷说的是，在下愚钝，最近确实是有些得意忘形了，还望官爷回去以后多多美言几句。王老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几位官爷到此辛苦，这是给几位官爷的孝敬，还请几位官爷在此小住一晚。明天一早，我亲自派人陪几位官爷送回去。王老爷，实不相瞒，哥几个不仅在县太爷手上当差，而且还是在军营里面的人。这一次我们前来，正是奉了县太爷的命令，前来试探一下。我们县太爷可是收到消息，说我们陆前村跟山匪勾结，要是县太爷一声令下，把你们定为反贼，这乌堡也保不住你们。官爷，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我们怎么可能跟山匪勾结？既然王老爷如此说了，我们也不能不给面子。这样吧，原来我们老爷说的数量翻一番。翻一番？看来王老爷很为难啊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等就明白你的意思了。把银子放下，我们走。不，在下马上安排，马上安排。还是当差好。我们山匪劫货还要冒险拼杀，他们轻轻松松就能收来这么多钱粮财物，真是天差地别。一辆马车派1个人跟着，现在就走。官爷您看，这么多粮草金银，要是遇到山匪，要不要在下派1队人马跟着？王老爷，你该不会真的以为这次就我们几个来了吧？实不相瞒，我们还有500人马，正在距离陆前村10几里的地方驻扎着。那官爷您慢走。大当家的怎么这么多？此地不宜久留，赶紧回山寨。你先走一步，回山寨叫人下来帮忙。走。二当家的，快派人下山！快，兄弟们，跟我下山救大当家的！不是下山搬粮食，马车跑坏了好几辆。大当家的，你光说把地窖扩大，没说扩这么大呀。这一车银子就不分了，以后训练的奖励增加2个名额，赏银翻倍。大当家的，你真是神了！到底怎么做到的？我们正好把给县太爷的东镜给截胡了，而且还给翻了倍。不过县府那边很快就会发现，当务之急是尽快把周围的富商地主薅一遍。三爷，你的意思是老套路，挨家挨户去收？没错，这件事情从明天开始，你们每人带几个人前去，傍晚到达，留下吃饭谈事，顺理成章。趁着夜色运送粮草，就算县太爷知道了，也不会立刻联想到我们青龙寨。如果做成了，青龙寨确实没有后顾之忧。沈三，有件事，我是今天刚听下山兄弟说的，伏牛山的人去了沈家村，把你张家也抢了。你爹他……我知道了，我的这位所谓的亲爹，或许对他来说我就是个错误而已。上次的事情以后，我就跟张家再也没有关系。我去的时候遇到了一位老人家，知道我的身份后，告诉了我一些你的事情。你母亲的衣物，我埋在了山寨后面，也算留个念想。多谢了。明天一早，我会从你们2人的手下里面各自挑选1个人进行比试，输的一方就给另外1人洗袜子吧。洗袜子？袜子还用洗？废话，袜子当然要洗。我3个月之前洗过一次，那叫一个柔软。现在不行了，
都能挡弓箭了。等一下，三爷，要是我手下的人比试输了，我就要给这个胖子洗袜子。没错，你该不会没有把握吧？开玩笑，三爷，我不是跟你吹，我手下的人你随便挑，一点压力都没有。放屁！我手下的大刀队那可是得到了我的真传的，你就等着给我洗袜子吧。走吧，天不早了，回去睡觉。大人，今年东晋到现在一家都没送来，怎么回事？说来也奇怪，以往我们吩咐下去2、3天，他们就会派人送来，可今天都已经第5天了，属实有些蹊跷。一个个都反了是吗？山匪捣乱，他们也要捣乱。大人，我觉得此事有必要调查一番，看看是否有人从中阻挠。去，让人给我带兵去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对了，伏牛山最近有没有什么动静？据我们的探子来说，最近这伏牛山到处在招兵买马，扩张势力，看来是要和我们斗到底了。哼，还想和我们斗？我倒是想看看，等到郡府来人，他们拿什么斗？老爷，外面有一队人马到了，一定是郡府的援军到了，快随我出营。没想到竟是穆君侯亲自带人前来，一路辛苦了。在下奉郡守之命前来，一切听从大人调遣。大人，出事了！我们探得那些动静，说是已经被我们的人给押送走了，而且还是双倍。看来是有人提前冒充我们的人上门去把东西都拉走了。这事儿除了那些山匪，恐怕不会有其他人。大人，此事跟伏牛山的人脱不了关系。之前小侯爷带着人马从山谷去伏牛山，伏击之后，所有人衣服都被收走了。现在来看，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做准备了。这群山匪真是胆大包天！这伏牛山的山匪到底是一伙什么样的存在？大人莫急，待我整顿兵马之后，便立刻出兵剿匪。那就一切有劳君侯了。老五送来的，穆越带了2000官兵到了中乡县。穆海，之前是我父亲手下的人。你父亲？我的父亲本来是6乡郡的校尉，之后被张宏陷害冤死。怪不得你之前就懂得那么多军中的事情。张宏虽然只是个郡守，但背后的势力颇为复杂，当日的事情也确实离谱了一些。难怪这张逢春在这中山县都算是土皇帝了。不过穆海此人治军严谨，不好对付，这次来恐怕不只是为了伏牛山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不过这次倒是有人替我们背锅了。什么意思？信上说张逢春以为抢东境的是伏牛山，先让他们打去吧。三当家的，都等2天了，他们怎么还没上来？闭嘴，老实待着。黄泉，带领你的人分灭2队，持盾牌进去，不要着急武击反攻，先消耗他们的弓箭。是，第1队跟我走。放箭！聚拢！弓箭手进！撤！快撤！给我挡住！大当家的，我们打不过，附近的兄弟就剩下我们10几个了。你个废物！你不是说可以挡住他们吗？弟兄们，老大这样逼着我们打下去，大家都得玩完。想活下去的就跟着我走。君侯那边怎么样了？君侯那边已经打退了山谷的人马，现在应该到了后山附近。通知下去，继续进攻，一个不留。
伏牛山完了，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。穆海不是格里，此人用兵谨慎，不好对付。正合我意。格里那种人打起来没意思，倒是这个穆海值得我认真一回。穆君侯，老夫再敬你一杯。君侯不愧是身经百战，比那些沽名钓誉之辈强了不知道多少。大人过奖了，今日剿匪还不算成功，听说仍然有一些人逃到了青龙山上。在下还当尽己所能，彻底清除中乡县匪患，还百姓一份安宁。其余的山匪不过是一群土鸡倭狗，就这个什么青龙寨不过100余人，上山地势既险要，便肆无忌惮。不过有穆君侯出马，那还不是手到擒来？你说是不是，小侯爷？当心阴沟里翻船，这些山匪可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对付。小侯爷这就多虑了，同样是在山谷当中被埋伏，小侯爷您是损兵折将，可穆君侯却是高歌猛进。此时我大前北有胡人南下，西有塞人入侵，南有蛮夷袭扰，堂堂君侯不思为国戍边，却在这山匪窝里横行无阻，果然威风。那在下就预祝穆君侯围剿青龙寨，旗开得胜。狂妄小儿，不过是仗着有个好爹，徒有其名罢了。穆君侯无需介怀，来，喝酒。这是怎么了？喝酒还喝脾气来了？何叔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张逢春叫我去是不怀好意？那你还让我去？不去，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？侯爷总不能护你一辈子。何叔，我总感觉很是奇怪。当日我们在山谷当中遇袭，那些山匪绝对不是一般人，不仅仅懂得策略为先，而且剑术出众，就算比起正规军营里面的弓箭手，也不遑多让。回来以后我也想过，就算当时我有所准备，恐怕也难顺利拿下。难道我们侯府的人马跟穆海手下的人差距这么大？而且同样的地点，岂能多次伏击？我有些怀疑，当日在山谷中伏击我们的，跟伏击穆海他们的，并不是一伙人。不错，总算还能够想明白这其中的蹊跷之处。那天你们被打退回来以后，我曾经去那处山谷看过，从那些人撤退的痕迹来看，并不是撤往了伏牛山的方向。我沿着路一直追踪，来到的那个地方，应该叫做青龙山。青龙山？你的意思是，当日伏击我们的青龙寨的人？你可还口记得，我们当时那些人马的衣服全都被收走了，而最近张逢春的东境又被一些官兵模样的人给截胡了。你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巧合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最近这段时间真正对付张逢春的，一直都是青龙寨的人，甚至张逢春儿子也有可能是青龙寨干的。那这样一来，这县太爷不是一头蠢鱼了？应该是从很早之前就是了，搞不好还是个骡子。这青龙寨的人倒是有点意思啊，诡计多端，心狠手辣，又颇有实力，该不会是哪位将军落草吧？你来看，我们青龙寨这附近的几座山头，倒是有一些好地方。如果我们把这里还有这里全部拿下来，就可以把这周边的几座山头连成一片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的范围就大了。你不是在考虑对付官军的事情？那些官军不是什么大事，我根本没怎么放在眼里。要是连他们都对付不了，这么长时间可就白练了。我们是匪，他们是官，官匪自古以来就是水火不容的。要么我们低头当棋子，要么就成为那个让人动不了也不敢动的棋手。你会选择哪个？宁可站着生，绝不跪着死，这是我爹爹之前常说的一句话。这一次官军进攻伏牛山的事情，相信不只有我们青龙寨在关注着，其余山头的山匪们也都在关注。伏牛山被围剿成功了以后，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？人人自危，谋求后路吧。不错，但要是我们这一次打退了官军的话，他们会怎么办？你是想着把我们周边山头的山匪全部联合起来，然后对抗县府？这话说对了一半。在我眼里，任何的联盟都是不可靠的，只有臣服。这件事情的关键就在于跟官军的一战。要想让其他的山寨臣服，这次就要展现出我们青牛山的实力。你们悄悄近前侦查，看一看青龙山的动作，小心不要被发现了。君侯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山寨，何须如此谨慎？依我看，不妨由我带领麾下人马上去，一定能够拿下来。黄传，你记住了，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小看你的对手，会吃大亏的。不过等赤邹回来，还是你们的盾兵先上，让弓箭手跟在后面，试探一下他们的实力再说。将军，整个青龙山上并没有见到什么人，也不见有什么埋伏，前往这青龙寨的只有一条路。黄权，带着你的人从这条路快速冲上去。李刚，请带你的人
从两侧的山当中上去，侧翼掩护黄泉，其余人待命，随时准备出击。果然是被小瞧了，来了2000人马，竟然只上来了几百人，这样倒也好。老四，带着你的人在2里坡埋伏好，不要轻举妄动，放第一批人马上来。是。等到他们撤退的时候再杀出来。如果敢放过一个人，你知道后果。三爷放心，要是放走了一个人，不用三爷您动手，我自己来。胖子，带着人在山寨门口安排好的地方埋伏，去老六那里拿东西，听我的命令行事，务必尽可能解决他们的人，能全吃下是最好的。会不会有些太难为他们了？他们这次人数怎么也有300-400人，而且还带着盾牌。为难？人家好不容易派出了这么多人，给我们送来盾牌，又送各种兵器，你竟然还想让人家再带回去？他们拿着这么多东西爬山也是很累的，好不好？做人要厚道，我们要体恤他们。没个正形。你看看他们，之前虽然嘴上不说，但跟官兵打仗多多少少都是带怯的。临阵当前，士气弱了3分，实力就会弱上5层，到时候何以为战？不过经历过这次的战斗以后，估计就不会再有这种心理了。这都是些什么破路？陡就不说了，竟然还绕弯，一会儿进去以后一个不留。团长，我听说这个青牛山有不少好定隙，上次打伏牛山的时候我们就上去晚了，这一次是不是都是我们的了？这还用说？等到进去后，谁拿到就是谁的。好，一个不留。来。君侯，我们中埋伏了！这山林里面全是陷阱，我们几十个弟兄都交代在了里面。什么？上山的300多人全军覆没，所有人就地安营扎寨，派人在青龙山4周打探，我定要攻下这青龙寨。在山下安营扎寨了，看来这要跟我们死扛到底了。说不定晚上会趁着黑夜来偷袭。这青龙山上下山只有一条路，就连后山都是一片断崖。等到半夜时分，给我悄悄上山，临近青龙寨的时候放火。既然我们攻不上去，就用火逼他们下来。君侯，放火的话，要是山火肆虐，殃及到周围的村落，到时候怪罪这一点我何尝不知。但黄泉他们这一队人马灭的确实蹊跷，他们有盾牌、弓箭手，怎么就突然全部被干掉了？打败容易，全歼却是很难。但偏偏就这么发生了。你们觉得，这还是一伙普通的山匪吗？君侯，山上的山匪用箭射下了一封信。这伙山匪竟然想要投降，还妄想被招安，害了我们这么多人。岂是投降招安就能够解决得了？派两屯长带1000人火攻，末将遵命。来了。所有人原地休整，一会儿一鼓作气冲上去。此人剑法很准。完了，彻底完了。
来人，把我们的营渡点了，防止他们追击。其他人带着伤兵立马撤退。来人去清理下防火带，避免火势蔓延开来。另外通知其他人，全部撤回来，不准追上去。梁烨，你看，没想到这次县府的人马这么狠，攻打山寨也就罢了，竟然还放火烧山。你们也不想想，这些官兵为要在晚上放进宫，又在这为了镇守我们，县府里面有高人啊。这青龙山恐怕就要跟伏牛山一样了，这是疯了呀！怎么能在青龙山放火？这个时候要是点起来的话，火势岂不会蔓延开？那我们这周边的山头可就要遭殃了。老爷，刚才城门守军来报，说穆君侯他们回来了，正在城门外面。什么？打完了？怎么会这样？败了？不可能！区区一个青龙寨，伤亡竟然这么大。或许方神医在这儿的话，还能有点办法。大事啊！穆海大败，自己中箭昏迷不说，还损失了大量人马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亲眼看见的，岂能有假？听说这个穆君侯是中了毒箭，现在正在昏迷呢。那真是奇怪了，这青龙寨的老大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之前打听过，这个青龙寨的大当家，听说是一个女子，而且武艺高强。虽然这次穆海他们损失惨重，但毕竟之前有张逢春在中间搅和。那还等什么？明天一早就去，我也想会会这群山匪。我们恐怕是不行了。怎么，我们还怕了他们不成？不是因为这个，是侯爷来信了，让我们接到信以后，立刻回去侯府。穆海大军青龙山惨败，1000人葬身山野，沈300余人击溃2000官军的神话即将传遍中乡县。皇上驾崩了，太子上位，侯爷要去京城，让你回去，可能是准备带着你去的。带我去干什么？我不去，皇帝老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以为侯爷这个名声是随便谁都可以背上的？其实这一次侯爷之所以带着你，恐怕也是因为……算了，今天晚上收拾一下，我们明天一早启程。何叔，我们就这么走了？这山匪还没灭呢，还有这个青龙寨，上次你不是说伏击我们的就是青龙寨的人，我必须要会会他们。不行，侯爷既然这么说了，要是回去晚了可就麻烦了。明日必须启程回侯府。怎么，你就这么想去青龙山打一场，不怕再被打败？上次那是没有防备，那一仗简直是我郑强这辈子的耻辱之战。要是我就这么走了，人们怎么看我？我堂堂一个小侯爷，竟然被一帮山匪给打跑了，我脸面往哪儿搁？脸面是靠自己挣来的，不是你的身份。你觉得要不是你小侯爷的身份，会有多少人围着你转？要不是你小侯爷的身份，谁又会高看你一眼？侯爷是你爹的，要是没了你爹，你个瓜娃子算个啥？行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你呢，到底是年轻，天老大你老二，年少轻狂虽是好事，但有些事情你要懂得用脑子。用脑子？什么意思？我们虽然不能主动去青龙寨攻打，但如果我们在回去的路上路过这个青龙山的时候，突然被山匪给打劫了，难道我们还不能反抗了？那边的路不好走，我绕个路不行。我们怎么知道这青龙寨的山匪竟然跑到我们经过的路到了山上？而且正太小侯爷为救他何叔，亲自率兵攻得到青龙寨，耽搁了一点时间。还能这样？咋啦？你小子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。在这个世道，很多事情是需要你变通的。什么事情都硬着来，并不能说明一个人多么勇猛，只能叫鲁莽。要懂得动脑子。你小子还嫩着呢。哈哈哈哈！何叔有你的，是多谢何叔教诲。净扯些没用的，走了。大当家的，过瘾啊！是昨天晚上打的过瘾，还是你们喝的过瘾？我在山后面就听见你们嗷嗷的吆喝了。嘿嘿，都过瘾。大当家的，昨天晚上没想到啊，这些官兵竟然都能被我们打退，我可是从来没想过。那是三爷调度有方，要不是三爷的种种安排，昨天晚上就我们这点人，就算有地势也不管用。就算你们打赢了，要不是大当家的提前让我们在山下设置那些防火带，就昨天晚上这场大火，我们都得完。当时我还觉得大当家的有些多此一举，现在看来还是大当家的英明。行了，老六，你抓紧带人搞点吃喝。是。胖子，你带着人把山寨里面重新给我打扫一下。好嘞。老四，你立刻带人下山查看一圈，魏西的火种都灭了。还有，
所有的兵器、轻甲、弓箭，老规矩，统统捡上来。明白。大当家的，昨天晚上我失败了，还请大当家的责罚。此事不怪你。对于他们这些上过战场的将领来说，闻声躲剑也算是一种本能。以后要是跟这种高手过招，你们的剑还需要更快才行。你已经做得不错了。大当家的，武当家的来信。你们回去告诉丁峰，他送来的东西很及时，我很满意，让他注意掩护好身份，除了送消息之外，尽量别来往了。是，多谢大当家的。怎么了？老五来信了。大当家的，山寨里面都收拾的差不多了。三爷，山下的火都灭了，山脚下的这一片都被烧光了，好不容易埋伏的陷阱也都被毁了。秋君，把老五送来的消息跟他们两个说说。小侯爷的人马正在集结，很有可能是对我们青龙寨下手。小侯爷又要来了，怕什么？就算他是小侯爷又怎么了？打！三爷，别听这个胖子的，我觉得不能打。这个郑侯爷可是条好汉，小侯爷名声也不错，没必要得罪他们。依我看，最好还是谈一谈。老四说的有点道理。上次伏击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实力不足，迫于无奈。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自保之力，也需要留些后路。这件事情不用太过忧虑。如果真是冲着我们青龙寨来的，这一次还是我自己来吧。与朋友交，贵在坦诚。如果注定有这个朋友，这些事情也不该对他隐瞒。大人，据富贵酒楼掌柜的说，这个方文被扶进去以后就死了。这可怎么办？如果穆君侯在我们这儿出事，那就麻烦了。来人呐，速速去把那个屯长叫来。大人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还没有找到大夫吗？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郡侯怕是扛不住了。本官已经把县府当中所有的大夫全部找了过来，但还是无能为力。当务之急是尽快把君侯送往郡府，郡府那边的大夫一定有办法。用本官的马车，本官也已经亲笔给郡守写了一封信，你们现在就走。大人，小侯爷的人马已经从青龙山走了，似乎并没有打起来。什么？没打起来？那他郑太带着人马去青龙寨干什么？难道郑太他勾结山匪？大人，这件事情确实蹊跷啊，难不成这小侯爷还真跟青龙寨的山匪有什么勾结？不用想，肯定是了。我说之前衙门东境的事情怎么会泄露出去？好啊，这下算是让我抓住把柄了。堂堂一个小侯爷，却跟山匪勾结，我得立刻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哥，或许他那边能用得上。何叔，你说这中乡县怎么就这么多山匪？其他的地方也没有见到太多啊。中乡县是个好地方啊，别看这四周多山，但中间这片谷地倒是平坦，南北贯穿的几条官道从这里经过，来往的商客什么的，足够养活这么多人了。这位张县令呢，对这些山匪也互惠互利，再加上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县太爷也打不下来。这些山匪实在是太可恶了，百姓们好不容易做点生意，却还被他们抢夺，真该把他们全部消灭干净。小侯爷，有些事情不是像你看的那么简单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你看到的百姓是百姓，你看不到的其他人就不是百姓了。要是家有耕田，食可果腹，谁愿意背着山匪的骂名浪荡于世？你只觉得山匪穷凶极恶，但就算他们再坏，你觉得他们坏得过那些杀人不用刀、一言百鬼哭的官宦？何叔，我怎么听你这个意思是替山匪们在说话？难道说他们不当山匪就没有活路了？我靠着一身本事，吃苦耐劳的，还能吃不上口饱饭？好一个何不食肉糜！我算是明白为什么侯爷这次会答应让你来出来这一趟，多见识见识吧。后面还指不准怎么样呢。小侯爷，何总管，前面就是青龙山了。这是防火带，从这个防火带的距离上看，绝对不可能在着火以后再进行设置，最大的可能就是提前预设好了。这青龙寨的山匪倒是有点意思。谁是小侯爷郑泰？哟呵，挺硬气啊！我就是。我们当家的有请，还请小侯爷独自随我上山。小侯爷该不会不敢去吧？混账东西！我们小侯爷是何等身份？其实你们可以安排的。没事，上山就上山，这点胆气，小侯爷我还是有的。你们都听好了，都给我在这儿等着。走。年轻人嘛，总得自己面对一些事情。我料定他们还不敢对我们侯府的人动手，踏踏实实等着。
是你？等等，你是青龙寨大当家的？对，青龙寨大当家沈三。那我之前不对啊，我听何叔说青龙寨大当家的是个女的啊。那是之前，现在是我夫人。对不住了，之前对你隐瞒了身份，这杯酒算是我赔礼道歉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真是令我吃惊不已。好酒，这可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酒，你倒是也大胆，不怕我这个山匪头子下药。你可是我这么多年唯一看在眼里的，要是干这种事，那我可真是看错人了。不过这次倒也没看中，你既然是青龙山的大当家，今天是来剿灭我的。是啊，那个山谷里面，你们青龙寨杀了我们那么多人，今天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再说了，你是匪，我是官，身份不同，立场自然也不同。行，今天咱俩就打一场，没必要让手下的兄弟们跟着受罪。你要是胜了我，青龙寨所有人自己绑了，任由你处置；你要是输了，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，你们也从这里离开，以后再也不围剿我们青龙寨，如何？好，早就想领教一下你的高招。我要是输了，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，我们立马就走。打是没问题了，不过藏在一边的人也该出来了吧？这里有我们青龙寨的烈酒，可以尝尝。哟呵，有点本事！我自诩我这藏匿的本领不错，竟然能被你发现。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直觉吧。其实我也拿不准，只是炸一炸而已。没想到你就这么出来了。好酒，这酒不错呀，竟然这么烈！你们倒是赶紧开始打啊，让我也见识见识。好，这一拳干净利索，一看就是行家。何叔，我简直怀疑你到底是哪边的。看我被揍得这么脏，竟然能笑声来。再来。不打了，打不过。不错，至少知道你是小侯爷以后，还敢这么真动手揍你的，他算是第一个。何叔，你来阴的？怎么的吧，就阴你了。沈大当家的，刚才多亏手下留情了。凭我的眼力，自然能看出你在最后的时候都收了招。沈大当家的，这个酒还有没有？你开个价，我买了。没问题，还剩下不多，一会儿我让人送下来，钱不钱的无所谓。沈三，听说你们灭了穆海几百人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没什么，趁着晚上肃了他们一下罢了。大部分都是他们逃跑的时候踩踏受伤的，我们也没做什么。吓唬？他们可都是当兵的，胆子这么小。兵者，诡道也。敢问沈大当家的，之前也是军武出来的？出身军武，也算是吧。这位想必就是青龙寨前大当家的了吧？多谢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走了。下次来的时候，我一定放倒你。刚才你也在旁边。怕你出事。刚才听正太说他们要去趟京城，又走得这么匆忙，难不成是出了什么大事？京城，我让人给老五送个信，让他想办法打听一下。什么时候你学会对何叔我也藏着掖着的，或许才算能独当一面。正太与沈三以武会友，化敌为友。张逢春的密信，京城变天的消息，各方势力的暗中窥视，都让青龙寨的未来充满变数。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。